条，我觉得就是很丰富，难度又不大，如果有比赛可以用。特别跑步快的人，你可以让他谈这种感觉气机宽广的东西。这宽广这个东西就是弱化他噼啪那个跑的缺陷，对吧？那种技术非常强的人，你就让他去跑；技术一般般的呢，他可以音乐性强的练习去。就是韵律比较舒展的啊，这种练习曲。我们注意一下左手。左手是需要提醒学生，它有2个声部，尾巴冲下的低声部，嗦来嗦来这条线，嗦啊，这个是保持音，1、2、3、4。双数上面就是后半拍啊，那个音弹短一点。这个音弹短不要。这样韵律长短，你看踏板就很容易找到旋律舒展的时候是长踏板，挑音的时候就不要了。1、2、1踩2下，我都是1、2、3、4。后半段我的脚都起来，你看你的喜好啊，你看你的喜好，然后跳音，不踩，你看我刚才我其实变动了一下，我单独弹左手的时候，我觉得我第1拍踩，1小节踩了2次，现在我加入右手的时候，我感觉我踩2次不舒服。好像太密集了，因为踏板有的时候会造成那个重音多，所以我现在右手一弹，我就又变了，我变成1小节就1下。最终你踩什么呢？还是要看整体合作的感觉，就这东西是老在变的。1、2，大拍子1、2。1踩2放1、2。说起踏板呢，我想起以前我那个教我的有一个老师哈，他当时教我的时候已经75岁了，每天变主意，然后下节课来了，他就指着这个踏板，是谁让你这么踩的？我也不敢说呀，这是你上节课给我写的，全部变掉。其实很正常，很正常。那个Curtis 音乐学院的第1任的院长霍夫曼是波兰钢琴家，他小时候是神童，他的老师呢是俄罗斯学派的安东鲁根斯坦，这是一个神童。然后遇到一个大钢琴家，他的回忆录里头说，他的老师所有的曲子只给他上1次。我想他可能神童，他已经弹非常好，不需要多上课。老师是这样跟他说的：说我的主意是要变的。今天我觉得是这样看，下次我就让你变成那样看。但是我每一种讲法可能都是这个音乐顺延下来的合理。因为首先我们觉得这个学生肯定是不得了的一个学生，不需要上那么多次课的。他说：“你看我变来变去，不就把你搞乱了吗？”大钢琴家都这样，所以我们也可以经常变一下主意。这就很正常。我就在想我的那个老师，我自己现在当了老师以后，我也经常变。今天坐得近一点，我听他觉得是这样；明天坐得远点，我是那样想。为什么考试要走台要试题？就是空间变了后，你的所有的感官都是变的。那么，后来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虽然我们教学的时候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教学，但是我的脑子里永远想着他这样弹上大剧场行还来得及，他做的这么少一点点，1米之内我听得见，做到50米之外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干嘛。就是对于这个呢，我稍微再多说一句，因为我遇到不止一个老师问我，就是我的这个学生在琴房里头弹这个声音都是可以的，
他这个比赛怎么弹了三角琴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在想，可能是这个老师耳朵里头他的要求是那个小房间的要求，他可能缺少在大空间听学生弹的经验。其实就是说你标准怎么说呢？要多听音乐会，要听很多很多，你才能感觉大空间这个感觉。在小房间小房间可能觉得多，也许上台就这么好。好，我们再把这个曲子顺一下哈，看它的 B 段。B 段的这个左手，中声部是一个旋律线。所以左手要单独练习一下，不是所有的声音都弹得一样响。你认为主要的音要弹得多一点，你次要的音发声浅。那这个主要的音全是大拇指啊，所以大指下键我弹到底，下方音我下键弹一半。主旋律在左手，这老师不变，右手就可以休息。不是说这个曲子从头到尾右手都是主角，配角呢他赶紧休息，你突出左手。下面右手来了。怎么判断谁主要谁次要？就是当这个旋律它老是不变的时候，可能另外一个声部正在变，变的那个东西最我们接下去哈，从刚才那个位置接下去。这套练习曲是一个 A-B-A 的结构。现在我弹的位置又是 A 段出现，是吧？我们听最开头，这是 A 段，然后 B 段呢，左手主旋律 ，B 段是那个反复记号后头啊。现在又回到 A 段。再一次出现的这个 A 段跟一开头的 A 段完全不一样，是因为左手变了，右手长相都一样。现在，是吧？这个主角给他穿了一件不一样的衣服，所以他的气质就不一样。一开头的时候是舒展的，线条长的，现在呢，作曲家写的是强力度，而且左手不动。我觉得给学生，如果是这个曲子拿出来见人的时候，一定要有很多音乐触，不要光想手指跑得快，手指跑得快在赛场上一钱不值。每个人都跑得快，你说有什么优点？有的时候我跟学生说，我说你弹的这东西别人都会，你就叫做没有优点。你要跑得快，你清楚，那别人也清楚。音乐变化啊，我们现在弹这个再现的 A， 第二个 A 段。我们要渐强，增加踏板主作用了。往上推动。好，
这个849我就讲到这儿，最后我们再回答2个问题，我们上午就结束。这个问题哈，因为我觉得很多问题可能代表了非常多的老师共同的一些疑惑。这个就是说，手指技术较弱的孩子也要快速练习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声音的清晰度就会很差，这个时候该怎么处理？我觉得手指技术弱，不就是正好要通过这些把它练得不弱吗？然后呢，如果你天长日久的练得慢了，它有多少的帮助呢？还有他什么时候才能快？就像一个人的训练项目一样，如果这个人他是明明他是要跑1万米，我们将来就是要比赛1万米，但是因为他跑不动，我们就每天练1000米，他永远没有跟那个实际的目标结合起来。我是个人这么认为啊，不一定你要赞同。所以我建议呢，如果对于弱的学生呢，你可以有一个比例，比如说你慢的、中的占2/3的练习，但是快的每天一定要来一下。让他感受一下。我自己的观察是这样的，就是有的学生他一开始弹，就是如果长时间不会弹快速的人，心里头是有恐惧感的，觉得他这辈子都不行了，就想一下就吓死了。就他真的不用弹，他已经都吓得魂飞魄散了，想着那个快速，一开始就很艰难，就连滚带爬都弹不了。滚上2天以后，他就可能适应这个速度以后，再来做要求。然后你的比例可以慢慢的变。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学生如果一直弹得慢的，最后他这个手怎么办呢？他哪天他会自动的好吗？他没有自动的好哪天呢？结合起来练，你可以有一个比重啊。那么他快的时候弹得清楚，我的目的达到了；慢的时候弹得清楚，目的达到了；快的时候有点含糊，但是我起码我站了一头，我有快感觉了。弹2条3条。快的感觉固定住以后，再来要求快的声音清晰，一样的来，不要想着一下子问题是解决的事情是你。啊，我是觉得很多人对这个速度有一种内心的恐惧。还有一个就是说，学生年纪偏小，学识有限，不能够完全理解老师所分析的乐曲内涵，采用让学生模仿各个版本的录像视频来演奏。启发他的感觉是否可以？我觉得如果模仿的太多，就会乱掉。我觉得就会乱掉，还是老师要有一个小心。太小了，他真的会乱，而且家长也是乱的。家长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个主意。钢琴家呢，他给你展示出来的视频是他已经练好的东西，他这个建筑已经造好了。老师的任务是要让他知道里面是一步一步怎么上去的。你完全没有一步一步上去，你让他模仿那个外形，应该是有些问题的。我不是特别主张啊。那么既然说到这个，我再多说一下。比如说，我的学生要弹肖邦练习曲，他要去选择录像看的时候，我会建议他选择那些已经非常成熟的钢琴家。这个人的成熟可能体现在50岁到60岁以后。而不是他20、30岁的时候的录像。这个人20、30岁就是成名了，他自己演变到50岁的时候，他大概对自己年轻时代弹的都是不满意的。那他也在发展，也在变。模仿那个呢，但要多看当然也没有错。还有一种选择就是说，这个人的唱片，那些知名的钢琴家，他都有些简介，会说他，比如说傅聪先生，他就是擅长肖邦。那我觉得是要看的，就这个人他有一个定向，钢琴家没有全能的，没有说这个人这个行那个行都行，他到了一定的岁数以后，他就会某一个专项弹得特别棒，就是看这种在这个方面弹得特别棒的人，可能会更好一些。只是一些建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就是说849第17课，28课有装饰音，我知道您说的是这条吧？右手和左手是同时弹呢，还是装饰音先弹呢？大概是这个问题哈，是这条吧？
17克。啊，装饰音是这样的，装饰音就是对巴洛克时期的作品和巴洛克之后的古典时期的作品要求的非常严格。那么这些作品的代表人物是谁呢？是巴、斯卡拉蒂，啊，这是巴洛克时期的亨德尔、海德、莫扎特、贝多芬，就是这几位作曲家要求的很严格，是要弹在节奏上呀，什么什么的。我想，下次这个盛元老师讲巴赫，你们可以听到。车尔尼的东西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讲究。这个时代再往后，到了浪漫时期啊，一般大家追究的比较多的装饰音乐就是肖邦的装饰音。肖邦的装饰音乐有很多争议，这个是存在的。但是这个练习曲呢，对车尔尼的东西，虽然车尔尼时代有改变它，但是它这个练习曲这个类型比较特殊，没有非常多的讲究。我为什么说这个是正好这几天我们比赛有一个评委还跟我说这个，哎，他说你要讲这个什么？他说我跟你说呀，这个你怎么看装饰音？我说如果是17条的话，我可能会让学生弹在前面。哎，他说对的，因为他说有一个介绍是说你要弹在正好的拍子上，是吧？重弹。他说我发现学生你让他装饰音跟底下对齐的时候，这个孩子巧，他感觉就错了，他感觉不对，成人没问题。我弹，如果严格的我们说啊，这个车尔尼他划分在这个时代，我要按照这个时代的东西来弹，我跟他一起，我是成人，这个份儿我做得好，小孩有点难，小孩的重音是错位的，1、2、3，1、2、3，他可能特别在意重音正确的时候，那音乐的轻巧要做出来。那如果我稍微偏早一点，我觉得无论我是弹在前面还是弹在后面，我最后呈现出来的是轻盈的效果的时候，都是承认的。但是过于学究，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搞成那样。我觉得这个评委跟我说的特别棒，他说我发现学生弹在一起弹的时候特别难，就表现得比较笨重。综合起来看，但是呢，我只说我个人的态度，我如果要弹，我装饰要先弹。其实你看我这样弹，有一个速度，一个快速度的连接的时候，你不太分辨得出来我是早弹的。我自己弹的时候，我也不清楚我是先弹后弹，我就是顺着弹。